谈起多伦多街区和街道，不能不提起街头文化。所谓文化，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一种展现。比如华人的文化中有衣锦还乡、锦衣不能夜行的说法，西人也类似，总要在街头展示一下自己的个性、才艺或者财富。就像这位，音乐声音一定不能小，否则怎么称其为招摇过市呢？要说有哪条街最能代表多伦多，那非样街莫属了。样街是多伦多乃至整个安省的象征性大动脉。样街的前身是加拿大原住民使用的古老小径。1793年，时任上加拿大省督约翰·格雷夫斯·西姆科将其规划为一条重要的军事和殖民地大路，并以当时的英国战争大臣乔治央爵士的名字命名。样街曾是安大略11号省道的一部分，其全长达到了惊人的1896公里，一度被吉尼斯世界大全认定为世界上最长街道，传说可以一路通往北极。市中心的样街位于多伦多最繁忙地区之一，这里曾是北美城市夜生活的标志性区域。后来随着城市更新，登达士广场、伊顿中心与连锁商业崛起，这里逐渐转型为现代化步行区。多伦多的样当达士被视为加拿大版时代广场，但它有自己的城市故事。过去这里是电影院、酒吧、小店密集的杂乱街区。2000年初，市政府推动城市更新，建成了登达士广场，引入了大型的 LED 广告牌、音乐活动场地、露天显示屏，使这里成为公共活动核心。广场周边汇集了伊顿中心、多伦多都会大学以及各种餐饮和娱乐场所，人流密度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多伦多心脏。教堂街，特别是位于威尔斯利街和卡尔顿街之间的区域，每年6月举行的多伦多骄傲大游行，通常以该区域为核心展开，吸引全球游客，是城市文化多样性的集中体现。街上随处可见彩虹旗帜，充满活力的酒吧、咖啡馆、特色商店和夜店，洋溢着包容、自由和庆祝的氛围。在1960到70年代，加拿大的同性恋群体仍面临强大的社会压力，许多同性恋酒吧以地下形式存在。教堂街部分的酒吧与小店因为当时的少数安全空间，也逐渐形成自然聚集。到了1981年，警方对同性恋浴室进行了大规模的突袭，这次事件引爆社区的愤怒，促使 LGBTQ 群体组织更紧密，最终奠定了教堂街作为多伦多性少数文化中心的地位。圣劳伦斯市场所在的地区在多伦多当时的约克镇成立初期就被指定为公共市场用地。圣劳伦斯市场不仅是个市场，更是多伦多最古老的城市起源地之一。1803年由英国总督创建，是多伦多最早的公共集市。19世纪，它也是市政厅所在地，政治与商业齐聚一处，今天仍保留着浓厚的维多利亚建筑风情。市场由南市场和北市场组成。南市场常年开放，拥有超过120家商贩，出售各种新鲜的农产品、肉类、海鲜、烘焙食品和特色食品。来自欧洲裔、地中海、中东、加勒比等社区的食品摊贩、老字号肉店、奶酪店、面包房、橄榄店一代代传承。
北市场是每周六的农贸市场，而周日则变成古董市场，提供了独特的购物体验。而临近圣劳伦斯的古酿酒厂区，现在也是市中心的艺术文化和娱乐中心，这也是北美保存最完好的维多利亚时代工业建筑区。约克维尔是布鲁尔街以北的一个社区，拥有精致的咖啡馆、高档餐厅和时尚酒吧。该区域附近有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和巴塔协博物馆，人文气息十分浓厚。约克维尔最初是一个独立的村庄，成立于1830年，曾是艺术家、诗人和所谓垮掉了一代的文化聚集地。随着多伦多地铁的修建和城市的扩张，约克维尔的地价飙升。昔日的波西米亚咖啡馆和廉价租房被高端精品店和豪华公寓所取代，完成了从反主流文化到顶级富人区的华丽转型。现在，布洛街介于样街和大学大道之间的路段，是加拿大最昂贵的购物区之一，被誉为貂皮英里，算是奢侈品一条街吧。这里聚集了全球顶级的奢侈品品牌、精品店、设计师工作室、高级珠宝店和情趣盎然的艺术画廊，无不透露出高雅的品味。这是多伦多最具特色的街道，每年夏天有很多人在街上卖艺，直至夜晚，有夏日不夜城之称。这里常是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期间明星出没的地方，一些高档酒吧和餐厅总是人满为患。多伦多有5到6个唐人街，分别位于市中心西区、东区等地。多伦多市中心唐人街主要位于斯班丹拿道和登打士西街交汇处，这里不仅是华人社区，也是一个融合了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多种亚洲文化的熔炉。主要地标为唐人街中心、Chinatown Center 和龙城商场。街上遍布着地道的餐馆、茶楼、中药铺、亚洲超市以及各种零售商店。层次丰富的中文招牌是其独特的街景特征。街边小贩兜售新鲜水果，以及上下层次的商业大厦的建筑类型，共同构成了繁忙而充满生活气息的街市景象。皇后西街是从斯班丹拿道以西的路段，长期以来是多伦多时尚、音乐和艺术潮流的中心。这里是独立精品屋、复古服装店、街头艺术、纹身店和现场音乐酒吧的聚集地。在20世纪初，皇后西街是多伦多主要的工业区之一，两侧有许多仓库和工厂。随着工业衰退，这些廉价的工业空间吸引了寻求低成本工作室的艺术家和音乐家，这为街区的文化转型奠定了基础。皇后西街成为后来多伦多朋克、新浪潮和后朋克亚文化的中心，是反潮流文化和时尚的代名词。这种反叛和叛逆的精神至今仍是其主要的文化特征。这是一条充满朝气的街道，这条街上你可以找到最时尚的服饰以及最前卫的餐厅。这里的货品虽不是名牌，但也有很多走在时代前列的青年帮衬，是讲潮流人士必走的街道。而画廊、古董店和舞厅又为这条街增添了不少文化和娱乐氛围。CCTV 电视台是皇后西街的地标建筑，该电视台制作的音乐节目经常请来民歌星助兴，许多知名的加拿大和国际乐队在成名之前
都曾在皇后西街的酒吧和俱乐部演出，使得这条街成为加拿大摇滚和独立音乐场景的摇篮之一。与市中心样街的商业文化氛围不同，皇后西街洋溢着一种更具创意和独立精神的氛围，深受年轻一代和艺术家们的喜爱。标志性的涂鸦像是无数摄影师的必经之所。除了以上街区外，多伦多还有金融区和地下城。作为加拿大金融中心的地位，贝街附近的金融区就是其代表。另外，在多伦多这片耸立着柏林幕墙摩天大楼的钢筋水泥丛林之下，有着近40公里的世界上最大的地下城 Pass。 这个地下城连接着各个主要楼宇商厦，让冬天的人们在风雪交加的日子走在地下，人人享受着温暖。地下城里有1200多家商店和服务机构，虽然是地下城，但人们感受不到地下的压迫感，相反，就像这个图腾一样，给人以抬头见天的感觉。沙滩区位于市中心东区 Woodbine Beach。 由于这个和美国分享国界线的安大略湖浩瀚无边，给人以大海的感觉，也有潮汐和波浪。你可以在湖边沙滩上的木板道上散步，或在湖中戏水，或在沙滩上享受日光浴。放眼望去，湖景别墅和风格各异的商店、温馨的小餐馆构成了沙滩区的独有特色。在多伦多港畔区的女王码头终点站，你可以逛一逛特色小店。在邻近的港畔中心有剧场和文娱设施，沿岸还有一条风光旖旎的港畔走廊，你可以欣赏到泛舟湖上的渡轮和私人游艇，也可以乘坐游轮饱览湖滨景色。湖心岛上有一个大型的夏季游乐园，你也可以舟一条小船或一辆自行车逛遍全岛，或在林荫道上溜旱冰，也可以在绿荫草地或沙滩上享受野滩的乐趣。当然，街头文化也是吃出来的，比如印度节的时候，市政广场上的美食摊点也分外热闹。毕竟美食美色美的音乐舞蹈都是每个人最爱的东西。说起街头美食，这也是多伦多乃至北美的一大特色，就是很多食客啊，包括餐馆，都喜欢在街边摆上太阳伞，摆上桌子，就在街边吃。这个不像华人喜欢在室内找一间包房，山吃海喝，呼朋唤友。我觉得这和西人更接地气，边吃美食也可以边欣赏路过的美女有关吧。总之，讲究一个就在马路边。你看这一家生意也特别好，几乎把人行道都占满了，左右都是食客，都是餐桌，都是美食，就在街边，谈笑风生，感觉不错啊。
这家皇后粥店就在样街，经常是食客满座，座不虚席。特别推荐一下宝云街这里的美食，尤其是中餐，就在地图上这个位置，离恰达烫不远。你看这里有重庆火锅，21家园也不算贵啊。另外这边还有滇客、云南菜，这个并不多见，建议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往前面走，还有湖北武汉的热干面和豆皮，这个在北美并不多见啊。可以说玩叔发现这里是一块宝地。当然西人餐馆也很多，宝云街就是一块吃饭的宝地。当然了，多伦多也是一个包容的城市，对于穷人来讲，食物银行也是必不可少的。就在卡尔顿街这里就有一家食物银行，叫 FYFB， 在网上也有它的网址，针对经济下行期间的穷人，也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地方。街头文化同样也是玩出来的，不管是溜旱冰、举办街头音乐会，还是游行，都是街头文化的一种体现。当然，警察的骑马巡游也算是游行的一种吧。当然，多伦多的街区不仅仅是这9大街区，还有更多的街区与文化可供挖掘。多伦多市中心的这几大区域共同描绘了一幅多元的、动态的且富有历史深度的城市肖像。样街体现了多伦多的商业驱动力与中轴地位，教堂街展现了其对多元社区的包容与自由。布罗尔约克维尔区代表了城市的精致、奢华与艺术品味。皇后西街则坚持着独立、创意与亚文化的精神。唐人街彰显了移民对城市文化与经济的深远影响。样街及登达士街象征着多伦多追求现代商业繁华的雄心。圣劳伦斯市场则承载着城市最古老的商业传统和社区记忆。这些街道与他们的历史故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今天多伦多独特而引人入胜的文化景观。作为多伦多人，我也衷心的祝愿多伦多在这个历史的大转弯中间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